沿着广阔的大安溪逆流而上，跨越了桥梁，穿过了部落，在荒烟蔓草的山林间，你将会看到一只巨大的手伸向天空，那是我们今天的目标——巨人之手。其实，在出发前听说巨人之手被整容后，就变得对他没有那么有兴趣了。但没办法，谁叫我对 Google 街景里那些没画面，还有跟着导航走会走歪的地方所散发的吸引力，实在没有抵抗力。而且附近刚好有我爱的美食与景点，所以到时候就算真的令人失望的话，今天还是有很棒的 Plan B 可以去，怎么样都不至于太亏，对吧？沿着大安溪右岸140县道向上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走这条路。先前只有走对岸上山的经验，只能说两岸的风景各有特色。不喜欢原路回去的我，马上决定，待会下山吃臭豆腐的时候，就走对向吧。本来应该要直接左转过乌石坑桥，但这次想要先去找一个小秘境。据说这里有个看起来很特别的鱼梯，虽然 Google Map 上写暂停营业，但抱着反正很近的心态，就来看一下吧。没关系，第一个景点共估而已，我们后面还有好几个呢，总不会每一个都不怎么样吧？回到正途，继续向着山上前进，看到远方的水坝就代表我们快到了，也是待会 Plan B 的地点。过了这个雪山桥后就准备右转，原本导航会叫人过桥前就转弯。也是网络上很多人说会走错路的原因，但整理影片时 Google Map 似乎改正了。虽然路口这里只有个不太明显的指标，但看到后令人安心了不少。沿途溪谷风景非常棒，不过当时的我实在没有心思去欣赏，因为不确定路是不是对的，生怕就这样错过了巨人之手。就这样一路顺着雪山坑溪向上游前进。突然前方到了路的尽头，看来是要从左边这条小路上山。铺装的路面不算太难走，但路幅不宽，如果是开车前来，遇到对向来车要会车可能会很想哭。看到了右侧的建筑后，往左边走就快到了。在取材的当下，最后一段的路况不好，但听说后来有整修，不知道变得如何了。最近有前往的人可以留言分享一下。如果路还是很烂的话，其实可以停在刚刚后方的那位置。巨人之手大概就长这样，至于值不值得去就见仁见智了。我自己是已经在盘算着，待会去 Plan B 的士林水坝后午餐要吃什么。其实比起被整理后的巨人之手，刚刚的雪山坑溪谷更合我胃口。待会要去的士林坝其实离巨人之手很近，但在知名度上似乎差了一大截。不过我就是喜欢这样。有着一种与世无争的悠闲。我要一份山猪肉，然后一个香肠跟一个刷饼加蛋。好，你香肠要原味的还是马告的？马告的。好。
一个不小心就点太多了，没办法，谁叫我每个都想吃呢？看来雨神似乎闻香而至，是时候下山到我们最后一个美食点了。但在那之前，先让我有时间消化点太多的食物，等下才能大吃特吃。于是闲晃来到了双旗部落，这边有个观景台，跟刚刚我们对岸上山时的风景不同。从这里能看到广阔的大安溪西湖，但雨神似乎仍然穷追不舍，赶紧跨上车，快逃啊！最后一个地方是这大毛埔臭豆腐。跟他的姻缘是从某次环半岛接上的。内用吗？对，内用。帮我写桌号哦。好。总之就是一试成主顾。从此经过这里都要特别停下来吃它一回。尤其是臭豆腐、笋汤跟豆干，每次都必点。缺点是豆干分量太多，害刚刚才从408吃饱的我不敢点。就这样，今天的冒险告一个段落了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巨人之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厉害，不过难度不高，距离又近，搭配附近的景点的话，还是可以去看一下的。那么下次又该去哪探险呢？有不错的地方的话，请留言告诉我们。想看更多我们的冒险，也欢迎订阅。那么下次见喽！拜拜。